青年男女正在视频连线，女大学生这边有人敲寝室的门，女学生程洁媛放下手机去开门。她本来是想把手机放在叠好的被子上，结果就在程洁媛一转身的时候，手机滑落下来了，斜靠着被子的侧面竖在了床铺上。手机前置摄像头刚好对准了寝室的门口，因为视频还连着线呢，所以电话另一端的男朋友岳川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程洁媛寝室的全貌。只见程洁媛打开屋门，进来一个人。进屋关上门之后，两个人并没有往屋子里边走，而是站在门口那里说话。由于程洁媛背对着床铺这边的手机，他的身影遮挡住了进来的这个人。手机视频另一端的男朋友岳川看不到来人的脸，但是听说话的声音太熟悉了，心想这个人我肯定认识，只是一时间想不起来是谁。女朋友程洁媛与来人说了没几句话，就突然大叫了一声，躺倒在地。原来他是被来人给捅了一刀。因为事发突然，通过手机视频连线看到女朋友被捅了一刀的岳川两眼发直，张着大嘴，下巴都快被惊掉了。与此同时，由于女朋友程洁媛的倒地，来人的样子完全暴露在了程洁媛的手机镜头之下，以1000兆直播的速度传输到了男朋友岳川的手机屏幕上。岳川更吃惊了，脑袋瓜子嗡的一声，似乎是炸掉了。怎么回事呢？原来把他女朋友程洁媛插了一刀的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岳川自己。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不对，怎么可能是我自己呢？肯定是跟我长得一样而已，但是也不可能长得这么像啊，我又没有双胞胎兄弟。容不得岳川多想，得赶快喊一声，看看女朋友程洁媛还活着没有。可还没等他开口呢，凶手也就是那另一个岳川冲到程洁媛的床铺前，抓起手机关掉了视频通话。岳川马上拨打报警电话，可是总也打不通，大概是因为自己身在美国吧。可也不应该呀，我加区号了呀。没办法，再打女朋友手机，还好很快接通了。接电话的人正是自己的女朋友程洁媛，声音跟平时一样甜美。岳川赶忙问她怎么样了，伤得重不重，坏人走了没有。程洁媛觉得莫名其妙，岳川，我还没上火车呢，明天才到学校，你是做梦呢吧？的确，岳川知道女朋友是假期之后打算提前返校，今晚的火车明天到校难道莫非我刚才通过视频连线接通了未来24小时之后的程洁媛？对，只有这一种解释。于是岳川赶忙翻看刚才视频通话的录屏视频，放大之后就看到程洁媛寝室墙壁上的日历挂钟显示的时间是明天晚上8点。哎呀呀，这也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岳川出了一身的冷汗，糟糕，糟透了。看来24小时之后，我的女朋友程洁媛肯定会被人给捅一刀啊！我必须马上阻止她明天返校。电话里一说，程洁媛不听，岳川急了。媛媛，请你无论如何也要相信我，千万不要明天回学校，会有危险的。最后程洁媛实在是不耐烦了，勉强答应了男朋友岳川，这样岳川才算是放心。一看时间，该去上课了。岳川是作为交换生来洛杉矶学习的，他抓紧收拾了一下书本，赶往教室上课去了。课间休息的时候，岳川收到一条短信，是女朋友程洁媛发来的。岳川，
闺蜜约我明天一起看电影，我还是按照原计划上车，到时候看完电影之后去闺蜜家里睡觉，她家是上海本地的，你就放心吧。岳川无奈地摇了摇头，心想，哎，只要不去学校，不回你的寝室，就应该没有危险，那就这样吧。岳川接着上课，继续学习。下课后吃午餐的时候，岳川的手机又响了，女朋友又发来短信：岳川，气死我了，我已经登上火车，闺蜜忽然告诉我，说明天她家里临时有事，不能一起看电影了。哎，我只能是先回寝室睡觉，等你有空的时候陪我视频聊天啊。看完这条信息，岳川脑袋嗡的一声大了好几圈，赶忙打通电话劝阻女朋友，让程介元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去学校，回寝室。实在没办法，就找一家宾馆住上一夜。另外明天晚上啊，我也没有时间跟你视频通话。程介元这么一听，你莫名其妙的不让我回学校，我可以忍了，怎么还说没时间跟我视频通话呢？平时那个时间点不是都可以通话聊天的吗？岳川，你是不是在美国不老实，约了洋妹子了？哎呀，你说什么呢？怎么可能？好吧，到时候再说。岳川边通过电话安抚女朋友，边打定了主意，我得马上买张机票，赶回上海，去阻止程介元，不让他在学校寝室里待着。匆忙挂断手机之后，岳川立即购买机票，运气真好，买到了。3个小时之后登机。于是岳川也不管会不会影响学业了，他火速赶往机场，登上飞机就返回了国内。下了飞机又马不停蹄，机场大巴换乘出租车，直奔女朋友读书的学校。当他敲响宿舍门的时候，程介元正躺在床铺上看书呢。开门看到万里迢迢赶回来突然出现的男朋友岳川，程介元是又惊又喜，他是又哭又笑，紧紧抱住了疲惫的岳川。2个人在寝室稍事休息之后，去外面餐馆吃了午餐，然后程介元拉着岳川又回到了寝室睡午觉。岳川根本睡不着，等程介元睡醒了之后，岳川一拉女朋友的手，圆圆，要不这样，我陪你去看电影吧。你闺蜜不是说要和你看电影放你鸽子了吗？我陪你去。程介元挺高兴，行，我是想看那部电影，听说女主演为了演这部片子减肥了90多斤呢。电影院就在学校附近，走路5分钟就到了。刚要走进电影院，程介元手机一响，来电话了，是闺蜜贾楠。亲爱的，我家的事情处理完了，现在我马上就到电影院，要不你还是出来吧，咱按照原计划一起看电影。就在通着电话的同时，程介元一回头，刚好看见闺蜜贾楠正往台阶上走呢。贾楠也看到了程介元，他马上挂断手机，一个箭步就冲到了程介元的面前。宝贝儿，对不起啊，家里真是有事儿，不过现在我还是来了。这时候岳川才回过头来，也看到了女朋友的闺蜜贾楠。这贾楠长得呀像男人一样，声音也很粗犷，而且还留着短发。岳川误会了，以为女朋友程介元背着自己不知道，交往别的异性呢，谎称是闺蜜。她是咬着牙一个劲儿直憋气。贾楠一开始没注意到岳川，看到这个男的一转身站到了闺蜜程介元的身边，这才恍然大悟，宝贝儿，有人陪着你呀。岳川这么一听，什么？你还管我女朋友叫宝贝儿？再也忍不了了，他抬手一拳正打在了贾楠的鼻子上，然后甩开女朋友程介元的胳膊，头也不回钻进一辆出租车。师傅，去机场。程介元陪同闺蜜贾楠
去诊所上药，然后一个回家，一个回宿舍，咱先不提。单说这吃了醋之后，怒气冲冲坐上出租车的岳川，一开始上车没注意，等过了一会子，他忽然就发现座位旁边有一把精致的尖刀，刀鞘非常漂亮，手握刀把抽出来寒光一闪，好锋利的一把尖刀啊！哦，不用问，这一定是前边的乘客不慎丢失在出租车上的。看着看着，岳川的心头忽然生出来一个恶念，哼，程结元，我是这么的爱你，付出了好几年的感情，为了你，这次我冒着终止学业的危险，万里迢迢从洛杉矶飞回来救你，你可倒好，居然背着我不知道，偷偷约会别的男人，我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你。师傅，我改主意了，麻烦您掉头吧，咱们去艺术学院。半个多小时之后，岳川再一次站在了女朋友程结元的寝室门前，砰砰砰敲门，屋门一开，程结元一脸疲惫，将男朋友岳川让进屋内。岳川随手关上房门，圆圆，我回来呀，是来了结一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你不要害怕，很快就会过去的。程结元满脸的疑惑，歪着头刚想问一问岳川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他的话还没出口呢，只见岳川一伸手，从腰间抽出一把短刀，噗的一下子就捅向了程结元的腹部。程结元两腿一软，躺倒在地。紧接着，岳川一步跨过了女朋友的身体，窜到程结元的床铺前，伸手抓起他的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4小时之前的岳川大喊：赶快回国，否则有生命危险。然后便挂断了视频通话。原来刚才在出租车上，岳川让司机师傅调转车头赶往女朋友程结元读书的艺术学院的时候，手机软件忽然收到一条新闻消息，说是美国洛杉矶岳川做交换生的那所学校发生了枪击案，有多人伤亡。在流出的现场照片上，遇难者当中虽然都打着马赛克，岳川一眼便认出来了，其中就包括他自己。啊，难道我死了？再一看新闻发布的时间，奇了，日期刚好是第二天24小时之后。哎呀，该怎样救我自己躲过明天的枪击案呢？还没等岳川想出办法来呢，手机忽然来电话了，号码显示居然是自己的手机号。喂，岳川，我是3个小时之后的你。杀死了圆圆之后，我又找到了她的闺蜜贾楠，本想连贾楠也杀了呢，结果发现贾楠的确是女生，只是声音和长相很像男的，所以我现在打算去自首。不过应该还有挽回的办法，那就是你现在赶快把手里的刀扔了，下车在路边找个玩具店买一把道具假刀，然后用假刀刺圆圆一下，把这个时间点走过去，一切便都能改变。挂断手机之后，岳川思索了片刻，然后一甩手扔掉了手里的尖刀，按照3个小时之后的自己所说的那样，下车买了假刀具，赶到女朋友的寝室，用假刀捅了程结元一下，紧接着通过手机视频告诉了昨天的自己赶快离开洛杉矶，好能够躲过明天的校园枪击案，这才回过身来扶起因为受到惊吓浑身发软躺倒在地的女朋友。圆圆，听我跟你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岳川就把这所有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向程结元讲述了一遍。程结元虽然半信半疑，觉得时空穿越这件事情有点太离谱，不过自己与男朋友岳川现在都很平安，感情也很好，也就得了。直到第二天，
看到手机网络新闻上说洛杉矶果然发生了校园枪击案，男朋友岳川躲过一劫，程洁元这才相信，哎呀，还真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啊！直到现在，岳川与程洁元结婚都生了2胎了，两个人每当想起这段经历，仍然是心有余悸。